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baby. Nothing on you, baby.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but you should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say,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I know you feel where I'm coming from, regardless of the things in my past that I've done. Most of it really was for the hell of the fun. On a carousel, so around I spun. With no direction, just trying to get some. Trying to chase skirts, living in the summer sun. And so I lost more than I had ever won. And honestly, I ended up with none. There's so much nonsense is on my conscience. I'm thinking maybe I should get it out. And I don't wanna sound redundant, but I was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you wanna know. But never mind that, we should let it go. 'Cause we don't wanna be a TV episode. And all the bad thoughts, just let it go. Go.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They might say hi, and I might say hey, but you shouldn't worry about what they say, 'cause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Nothing on you, babe. Nothing on you. 嗨，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讲，我叫周周，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线上直播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见面啊。今天的话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工厂，以及呢，大家在购买灯光时候的话呢，有一些小疑问呢，或者说灯光的一个内部结构，我来给大家揭秘一下，带大家看一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吧。这一条拉的话呢，是我们生产光束灯的一整条拉线。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光束灯的这个底座啊。光束灯这个底座现在是还在一个组装当中。现在的话呢，它是有装好一个这个点灯器，这个是点灯器哈。点灯器的话呢，它上面还有装一个这样的风扇，风扇呢是专门来给我们的这个点灯器散热的，是专门来给我们点灯器散热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再过来一下。我们这个的话呢，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部的这些细节啊，内部的这些细节我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整套的一些风扇，我们用的话呢是进口的一个滚珠风扇，进口的滚珠风扇。对，这个滚珠风扇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的话呢，它是静音的，它是静音的。第二个的话呢，它的风速是非常快的。非常快有什么好处呢？它的一个散热性是非常好的。散热性好的话呢，我们就是足够能够去保证它在给灯光每一个配件散热的时候呢，能够延长这个配件的寿命，延长寿命啊。所以说呢，选择一个好的灯，一些好的配件是非常重要的啊。来，过来，跟着我过来，跟着我过来的话呢，我带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来看到这里，这个地方。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光束灯的一个最重要的部位，这个是我们光束灯的承转轴部位啊。这里是最中心的承转轴，最中心的承转轴是旋转整个灯头加手臂的。然后呢，这两个呢是我们这个光束灯里面最大的两个电机，也是电力最大的，就是旋转速度最快的两个电机。我们用的呢是进口的3厢德国电机，转速非常的快。经常做灯光的灯光人都知道的啊，一个好的电机对于灯光的一个转速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的啊！只有好的电机的话，它的一个转速才会快。因为像是我们光束灯属于非常高级的一种灯光，的话呢，我们都是用来做灯光秀。灯光秀的话呢，灯光旋转的速度或者变化颜色的速度的话呢，是一定要快的。所以说，一个好的电机是关乎非常多的。然后可以看到这里。这皮带啊，这个皮带的话呢，是灯光旋转的时候，它是要拉动我们这整个灯光旋转的啊。这个皮带上面有一个细节，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里，它的上面的话呢，都会有这些编码的。一般的话呢，只有说非常正规的厂家才会在这些皮带上面写上它的编码。
如果非正规厂家的话是不会写上编码的啊。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棒的一些小细节。其实大家在购买灯光的时候的话呢，通过这些小细节就能辨别出来这个灯究竟是不是好的，就是究竟是不是用的质量好的一些配件。这样的话，一些小细节都是看得出来的啊。然后来跟我过来这一条。来，大家映入眼帘的话呢，是我们这个拆了外箱的一个光束灯的机器。那么呢，肯定的话你们会有很多疑问，那我呢一个一个来跟你们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光束灯的内部配件。来，过来一点。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这个拆了外壳机箱的一个光束灯内部的机头的这个位置啊。看到这些，像我们的光束灯的话呢，都是采用的10个进口3箱德国电机的。可以看啊，这些都是电机。电机的好处，想必刚刚我也说了，大家也是知道的啊。电机的话用得好，灯光的话呢旋转的快，在任何的一个功能变化的时候的话呢，它都能很快速度的去反应。然后的话呢，大家看到这里啊，这个部位，看到这个部位啊，这个部位的话呢是我们的颜色盘。我们的这个光束灯的话呢是具有14个颜色和一个白光变化的。这个的话呢，而且我们的颜色盘上面的颜色片呢都是采用的高清的这个透镜做的这个颜色片，所以说它打出来的话呢是非常的透亮的，非常的透亮的啊，颜色也是非常的艳丽的。然后来看到这边的话呢是跟颜色片相邻的这个图案盘，这个是图案盘啊。图案盘的话呢，我们是有18个图案可以变化的，图案非常丰富的啊。然后来看一下这里。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风扇啊，我们的滚珠风扇，这个是在灯泡边上的一个滚珠风扇。怎么去辨别这个是滚珠风扇呢？当你按下去的时候，这个风扇会有明显的一点点震动转的话呢，它就是进口的这个滚珠风扇。一般的话，好的光束灯的话，它用的都是这种进口的滚珠风扇，就是它会就是说给机器散热这方面的话呢会比较好。然后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雾化盘，这个是雾化盘。还有这边，这个是临近盘。我们所说的光束灯8+16+24临近都是由这个临近盘打出来的。然后这个七彩盘，我看能不能给大家看得到，在这里。这个是七彩盘，是打七彩效果的，因为它上面有好几个颜色。一般我们的光束灯直接一打出去就是一个颜色，比如说单绿、单红、单蓝这样子。但是加了一个这样的临近盘的话，我们直接打出去的光束的话呢，就会有好几个颜色，红、绿、蓝呐，或者说黄啊、白啊这样的一些颜色。然后的话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手臂这里啊。手臂这里的话呢，我们是有专门带一块主板的。这个主板的话呢，主要是控制这个机器上半身的一个转动，还有它上半身的一个功能变化的。对，一个上半身的功能变化，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像是如果说是别的厂家，它用的不是很好的这种主板的话呢，它的这些主板都是容易坏的，并且这个机器会出现一个不灵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听这个控制台的一个指挥啊，或者说指挥慢的一个状态都是有的。但是我们家的这个的话用的是非常好的，啊。那这个机器的上半身我就给你们讲解完了，的话，我再给你们普及一下这个机器的这个底座这个地方啊。现在我们看到的话呢，是机器的一个操作界面。像我们这个机器的这个操作界面的话呢，它是有按键跟触摸2种方式的。这个呢是按键的，然后这个是触摸的。这前面这2个的话呢是信号灯啊。就是说2种按键方式的话呢，主要就是方便我们到时候去操作嘛，对，而且有时候就是1/1000的一个几率，它有时候按钮失灵了的话呢，它也能够去通过显示屏去操作这个效果，啊。然后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后面的接口位置。现在展示的是我们后面这个接口位置啊。这个一蓝一白的话呢，是我们的电源线的接口位置。这个电源线的接口位置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做串联电源线。串联电源线的话呢，它最简单的意思来跟你们讲的话，就是几台灯使用同样的一根
一根串联电源线，只需要插一个插座的电，就是一个插头去插电，好几台灯都会亮的，好几台灯都会亮，就比较方便。然后这个红色的话呢是开关部位，红色是开关部位。现在这个凸起的话呢是保险啊，保险部位。保险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当我们的一个场地的电压突然之间它有了一点浮动，或者说突然之间有一点大的浮动，它就会瞬间去反应。瞬间反应的话呢，就保护我们这个机器就立马熄电，立马断电。不会说有的话呢，它有的厂家它也是有做保险，但那些保险做的不好的话，它没有能够瞬间反应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一个状态的话呢，机器很容易就会被烧坏的。对，然后看到这两个啊，这两个孔的话呢是我们的 DMX 串联口 ，DMX 信号口啊，信号口也是有1公1母的，它是可以并联跟其他的灯并联通信号，然后连接到控制台上面操作的啊。然后那这个灯的话，其实我就讲的差不多了，我再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细节，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啊，来，可以跟我来一下，来看到这个刚刚这个的话呢是非常细节的东西啊，这个是内部的东西，其实我刚刚跟你们讲解过，可以就是说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是颜色盘，现在这样看就比较清晰，刚刚在灯上面看就没那么清晰，这个是颜色盘，14个颜色，对。然后这边这个是图案盘，18个图案，1个白光，内含5个波图，这5个是波图啊。这5个的话是波图，跟其他有什么不一样呢？它这个打出来的这个图案的话呢，就会更加的生动，更加的立体，更加的有动画感啊。然后来在这边，这个是临近盘，8+16+24零件的临近盘，这个是七彩盘，七彩打出来的一次。用到这个七彩功能的时候呢，它一次性打出来的颜色就是好几个，1、2、3、4、5、6、7个颜色七彩盘。然后如果说不用这个七彩盘的话呢，它就能打出一个单独的颜色，对，打出一个单独的颜色。这是电机来着，哎，这个是电机，可以看一下，对。来拉过来，来这边，然后再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边都是在做组装，现在的话它是把这边都组装好了。其实这个的话，它属于怎么说呢？最核心的一些功能的零部件，现在都是差不多组装好了。然后来再拉到这边来啊。现在的话呢是像这边啊，这边的话都是在测试了，它的一个内部的话已经完全的组装好了，已经完全组装好，已经能用了，只差打外壳了，再做一个老化测试。然后刚刚的话，其实那个底座方面的话，我只给大家讲了那个控制面板和那个后部的接口，里面的那些配件的话还没讲，我等会儿再帮大家讲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那来到这里吧，这一台的，对啊。来看到这边啊，这边的话呢是我们这个拆了底座的一个内部的图片啊，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我们这个底座这边里面的话呢，它的一些配件啊，其实底座这边这些配件的话，它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有这个机器的核心主板以及核心电源，还有的话呢是一些一个点灯器啊，我可以给大家一一都看一下。现在最近看到的这个啊，这个的话呢是用的我们的这个电源，我们的足功率的电源。电源边上的话呢有配一个这样的风扇，风扇的话呢是给我们这个电源散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样电器它在通电的时候，它就已经会开始慢慢的开始发热了。发热的话呢，我们需要使用这个风扇去给这个配件去散热，才不会因为过热导致这个配件损坏。风扇的一个散热的话呢，能够大大的延长我们这个配件的寿命，从而延长机器的一个寿命。对，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点灯器啊。点灯器是在这个位置的，点灯器的它的一个主要作用的话呢，它其实就是点亮我们光束灯灯泡，点灯器也是有配一个专门的风扇去给它散热的。
因为经常使用光速灯的人他是知道的，点灯器经常坏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散热不足，第二个电源电压的一个浮动太大了，它会容易导致它容易损坏。但是像我们的话是给这个点灯器的话呢，是给它配了一个好的风扇，以及电源这边也是配好了风扇的，所以说它就会从极大的一个程度上减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概率，就是说点灯器出问题的这个概率啊。对。然后的话，其实这边这个主板位置的话，因为现在是装成这个样子的，就不好给大家就是说做更详细的讲解了。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一整条这个在测试的，来可以跟我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一整条在测试的这些机器。现在的话，其实是在测试这个灯泡的它的一个质量。它的灯泡的话，如果经过我们24小时的一个老化测试的话呢，它基本上出货就是没问题了的。对，基本上出货就是没问题了。然后的话，我觉得啊，大家应该会对现在这个机器的状态会有疑问，为什么现在这个尾部这里在亮，但是出光口这里没出光？因为像是我们像是我们的灯光通电了之后，你去使用控制台。把这个灯光去关掉，只是说把这个灯光的出光口去闭合起来，里面的灯泡是没有关的，只是把它挡住了。我们用一个片把它挡住了，并不是说能关掉灯光的啊，并不是说能关掉灯光。OK， 来，再过来一点，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一整条了。对，好，来。看一下这边的话，其实就跟刚刚我给大家讲的那条拉一样。其实这个的话呢是一个组合装，这里是那个承转轴这个部位，这个下面的话呢是底座部位。现在是承转轴跟底座的话已经是装的差不多了的，这个底座部位都已经快装好了。这里这个主板没装，哎，没装，没事，等会儿的话，如果我遇到就是说主板还在装的一个过程中的话，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好，那大家跟我来这一边吧。这边好像其实是有灯头的，这边是有灯头在装那个配件方面。对，哎，这边，这里装的是灯头部位、出光部位。出光部位的话呢，它是有装那个透镜的，你看，这个是现在装好的是内部透镜，它外部这个位置的话，它其实是还有一个透镜的，它外部这个部位是还有一个透镜的。然后看到这边它也有装2个电机，因为装2个电机是为什么？是这里要对焦的，这个位置，这个里面这个玻璃和外面这个玻璃这个里面这个玻璃是要用于对焦的，对焦它要动的嘛，它要动的话呢，就会用到这个电机，对，可以。来，再过来一点，来这边。这边的话，其实这边是装好了的电机，哎，这个是装好了的电机。刚刚看的那个是刚刚在那边看的是装了那个七彩的一个那个临近盘和那个8+16+24零件的。现在这一个的话，就只是装好了那个电机的，这个一整个都是装电机的，对。那边还有那个，就是说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电机全貌的一个。它只装了一半，这个能更清楚的看到电机。你看，我们用的话都是用的最好的这种电机的。刚刚我跟大家讲过品牌，就是德国的3箱电机。这种的话呢，转速快，然后的话呢，它又不容易坏的，质量很好的。对。这里还有小电机，你要别说，还挺幸运的，还看到这个了。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电机，单独的一个小电机。今天还带大家看到蛮多这个细节的东西的，看一下这个。哇天，这还有个雾化的。这个呢，这个是刚刚大家没看到的，这个是雾化片，做雾化效果的，其实就是类似于它的功能的话呢，是像那个帕灯染出颜色那样的。这个是雾化片，对。这个其实很难看到的，以前我经常在工厂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雾化片，现在居然偶然间看到了。
我们像是你看，我们有2个临近盘的，我们那个这个应该是350的光束灯里面的，这个是8+16临近，这个是8+16+24临近，双临近的，双临近，然后它同时带雾化和七彩，对，同时带雾化和七彩功能的。一般的话，像是我们买光束灯的这些朋友们的话呢，像是舞台的话，大舞台的话都可以换那个350了，因为350这边的话是现在是比较流行，并且是开始比较普及了，对，开始普及了。我现在手边上的这个是我们整个一台的350的光束灯，其实我是最喜欢这一款的，我是最喜欢这一款，因为它是黑色，然后又是蓝色的把手，比较大气，霸气中又比较沉稳，而且好像蛮时尚的，我觉得这种颜色是，而且这种其实也是大部分人的一个选择，哎，是大部分人的一个选择，因为比较漂亮，因为整个机箱都比较漂亮。天，还有个这个是整个后部的，整个后面尾部一个插口的，你看，你们居然能看到这种东西，真的是有点直。这个是插口这个后面呢，我们用的是航空插的，航空插的话它就比较好，又比较安全。然后这是保险，那保险呢？保险用的是10安250伏的保险，然后这个是开关这边。信号线插口，内部信号线插口，这看到蛮多的。上次这一排啊，现在看到这一排是我们整个就是灯光在做老化测试，做一排的老化测试啊。我们所有的灯光都是会经过24小时老化测试才会出货的，经过24小时老化测试，因为。怎么说我们要经过24小时老化测试呢？因为像是我不能保证别的厂家也是这样子的话，但是我们厂家的所有的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东西都会经过一个老化测试来出货，以确保我们的客人收到货物之后能够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说不能使用的一个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用灯光的话其实都是比较着急的，比如说赶场啊、赶演唱会啊。赶活动啊，有的时候收到的灯是坏了的话，就非常的糟心，对，就非常糟心，对不对？所以真的一定要测试，我们都是测试好出货，避免出现这种问题，要会耽误客人的一些时间、使用的一些方面的这样子。然后给大家看个细节，安装细节这边，这个安装细节。现在这个啊，看到底座这方面，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光束灯是怎么去安装的，对不对？光束灯的话，本身它机体是比较重的，它有几十公斤，比如一般的光束灯的话是17公斤到25公斤左右，230到380就是17公斤到25公斤左右的。所以说它的一个重量是比较重的话呢，一般要的是比较大一点的灯钩，并且是2个灯钩的。可以看一下，像是我们现在这款灯钩的话，它是能够承重50公斤左右的，50到60公斤左右。然后的话呢，它有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U 型桥，它有做一个 U 型桥的话呢，它的一个承重力是比较好的。可以看一下，我给大家拿个细节，可以看一下，它这里是个 U 型桥啊，一个 U 型桥，它的承重力比较棒，用的铁片都是比较厚的，不会出现弯曲的一个情况。然后看这个灯钩，它也是厚度比较厚的，它的一个承重力也非常好，而且它能挂的一个杆子的尺寸的话呢，是在5厘米左右，5厘米左右啊，40毫米到50毫米，就4到5厘米嘛。对，来看一下这边这一条吧，这一条的话呢，是我们现在是在生产这个6眼蜂窝跟8眼长条激光，这个是6眼蜂窝。这个是6眼蜂窝，6眼蜂窝的话，其实是更多的话是用 KTV， 舞台也用一些，的话呢，其实它是室内的一个舞台去用，我还是给大家讲解一下吧。像我们的这款6眼蜂窝的话呢，看这个灯珠啊，这个灯珠的话呢，我们采用的是进口的美国科瑞灯珠啊，它那个灯珠有什么好处呢？首先，第一个是它的一个亮度非常棒，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是它的质量
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它透出来的光非常的清晰，不会看起来很模糊。第五个，柔和，你看起来很柔和的，你的眼睛正对着这个光，这个光在照射的时候，你的眼睛都不会出示不适的一个感觉。然后看到这中间啊，这个中间这里是激光。中间这里是激光，不是其他东西，也不是坏了啊，也不是说少颗灯珠，它只是激光而已，也有不带激光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插口啊，这个插口的话，你看一下啊，它也是做的蓝白的一个插口，它也是做了一个蓝白的插口，也是可以串联的，也是比较方便。因为这个像这种的话，因为效果非常好，很多舞台也会用的。它做的是蓝白插口的，航空插的比较安全。它是带 DMX 512信号的，可以通过控制台去控制的。对哦，前面呢？前面这里啊，控制口，这里不是丑啊，这里是没有贴贴纸而已。现在是半成品，还没有贴完。这个有个贴完的，拿这个，这里这个啊，这个是贴好了的，一般我们都会贴上贴纸的。这里是显示屏，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控制面板。对，看一下细节，看一下细节，来这里，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个半成品，这个是没有装那个外壳的。我们这个叫六眼蜂窝，六眼蜂窝带激光的，中间这里是激光，激光是旋转，所以下面它是带有一个电机的。对，你只要一个带入什么，只要它是要动的。它是要旋转的，它就会带一个这种电机，像我们的电机统一用的进口3箱德国电机的。然后灯珠的话是6颗，1、2、3、4、5、6颗电机，不，呸，6颗灯珠，6颗灯珠啊，6颗进口科瑞灯珠。然后这个方面的话都有风扇的啊，风扇散热，这个是散热板，这块散热板我们是做的釉厚，然后的话呢是。比较大个一点的，它就散热比较好。像这种机器，我们一般返修率都是没有的，返修率一般是为0的。对，返修率为0。这个是后盖，后盖做的是硬胶壳的。这种硬胶壳的话呢，它是有好处的。像有些客人他是怎么说？他很不解，你们为什么不用铁壳？铁壳不是防摔吗？我想说，铁壳你不怕被电吗？这个是硬胶壳的啊，也是比较绝缘的一种。如果说漏电的话，它这个是不会漏电的。然后它是有做很多镂空的一个设计的，镂空设计的话呢，它是便于散热，知道吧？还有的话呢，要跟大家讲的啊，像是我们这个灯的话呢，一定是会经过检测出货的啊。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检测，我们都会贴上这种合格证。这种合格证啊，一般的灯其实会贴2个，因为这个现在还在生产中，这是检验第1次的。这第1次的检验标志，第2次的话还会有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志贴上去的。对，其实这个灯我就讲的差不多了，我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吧。这个是长条8眼激光灯，是我们也是卖的非常好的一款。其实这个灯的销量的话，一直属于我们热销的前几名，我单独拿一台给大家看一下吧。现在的话也都还是半成品来着，现在还是半成品，可以看一下，它是8眼的啊，8眼的话就是它有8个眼出光的，总共8个眼出光。然后呢，它的一个转轴这里的话呢是左右各90度垂直转，总共是180度的一个旋转角度的啊，总共180度的一个旋转角度。对，你看一下细节，可以看一下细节啊。细节的话，你看一下这一个的话呢是电源，电源这边的话呢也是用的一个比较好的电源。我们统一我们家的电源品牌是鸿海品牌的，然后这个是主板，主板我们家统一的一个品牌的话呢是叫邦控主板，这块也是主板的，这一块也是主板的。这一块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个小细节是 QC 检验标志，我们也都是像我们的这种主板的话呢，都是经过严格的一个 QC 检测才会说拿到这边来生产的。还有电机，看那个电机，这个电机啊，我刚刚讲的啊，有旋转就能想到电机的啊，有旋转一定会有电机的。它这个是有2个电机的，2头各一个，这个是还没装好的。对，这个的话呢，就是一台完整的。一台生产好了的灯，这是一台完整的生产好了的灯，可以出货了的，再检验一遍就能出货了的。来，跟我看到这边，
这边的话呢是有那个上面的一个内部的一个分解。刚刚我们看的是下面的嘛，现在的话呢看的是上面这个出光口这个位置。看一下哦，这个是8个激光，这是8个激光，就是我们刚刚不是看到灯的吗？看8个激光。一个内部是这样子的，后部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每一个的话，它是有专门的一个连接线嘛，它是每一颗都可以单颗的去点控的，每一个可以单颗点控，可以详细看一下。而且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话呢，也是用的非常好的一款这个激光头的，它的一个透亮度非常棒，对。来看一下这边。这里的呢是它的控制面板，这是它的控制面板，它的控制面板和它的连接线都是在整个这一面的，啊。这个是电源接口，电源接口这种是像那个什么来着，电饭煲插头的那种，对，像那种电饭煲插头那样子的。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信号的一个输出输入孔，记得啊，它也是支持 DMX 国际512协议的。其实大家只要看到这个 DMX 就知道它是能够使用灯光控制台操作的，都是能够使用灯光控制台操作的啊。行，来到这边，这边是我们的一个 logo 灯跟水纹灯的一个生产的拉线。这个是 logo 灯的一个外箱的一个机壳，这个是防水的，全防水的一个机壳。然后这里的话呢，这个后面的话，这个是属于散热板来的，这一个是属于一个散热板，它的散热板是做的比较厚一点的，因为怎么说呢，防水的嘛，防水它全封闭的话呢，散热做得好的话，这个机器才不会容易坏的，啊。然后的话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整个尾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来这个的话呢是整个尾部的啊，这个整个尾部的话呢，其实就属于一个中心段，它的灯珠。在这个地方啊，它的灯珠在这个地方，它是安装，这是一颗大灯珠啊，因为这个是 logo 灯的，它是一颗大灯珠的，一颗大灯珠是装在这一个部位。然后 logo 灯的话，它是打在地面会旋转的，所以说它是有配一个这样的电机的，有配电机的啊。旋转就想到电机啊，旋转就点到电机。对，这个其实是它这个是连接旋转的，它这里因为是连接到电机的这根线嘛，它连接到机身，机身有一个地方是可以接这个的，接上之后这个打出来的图案它就是可以旋转了的，打出来的图案它就可以旋转了的啊。然后这个是一个细节的啊，这个细节的话是这个地方的，它是一个转轴，它是这个。灯打出来的图案在地上旋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承转轴，这是一个承转轴啊。好，我带大家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它呢有一个，因为是有亮的话就得插电嘛，插电的话是有电源的话，这里的话呢是变压器，防水的话其实这种 logo 灯都会配这个变压器的啊。这前面的话呢是开关，这里是开关，这个灯的一个。就是说开灯关灯前面都可以控制，然后的话呢，还可以通过拔电插电的一个方式来断电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和这个地方相连接的，就是一个公母插的，它是可以连接的。它连接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旋转的。但是你如果不让它旋转的话呢，你就把这个连接线扯开就可以了，不需要连接起来的啊。所以说，你们像是买旋转的 logo 灯，或者是买了旋转的 logo 灯，想让它不旋转的话，那么的话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方法，想旋转连接起来，不想旋转你就给它扯开就行了，像这个是前面的盖板，这个是变压器这里的一个位置，你看这个配件的话是变压器这里的这一个部位。然后这里有开关，这个是开关位置的，这个是比较就是说一些小细节的一些小配件啊，的。然后的话，来一下这边是镜头，这是前面镜头，哇塞，白花花的一片，看得挺漂亮的。这是前面的镜头，成像的一个镜头啊。它前面的一个玻璃的话呢，是属于它的透光玻璃，高清的一个透光玻璃。像我们用的这种高清的透光玻璃的话呢，它其实它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打出来的图案清晰度会更高，啊。它的一个调节焦距的话呢，在前面这个位置是可以调节的。其实它这一个是水纹灯的。它这个整个这里的话都是水纹灯前面的一个调节焦距的镜头，对，你看一下，
前面这里的话是可以调焦的，调焦的地方就是调那个清晰度，对，调那个清晰度的位置。如果你感觉不清晰的话，可以调一下这边。如果说是不太会调的话，我们有技术教学的啊。这个的话呢是这个部位，它是还没有装完的，这个是比较完整一点的这个部位啊，这是比较完整的，对。好，再来看一下这边啊，这个位置，这个的话呢是 logo 灯哎，这个是 logo 灯，因为它那个 logo 灯和水纹灯的成像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所有都是在一条拉线上面生产的。这个呢是4图轮动的一个 logo 灯啊，4图轮动的 logo 灯，它总共是有4个图案可以变化的。像之前那种的话是只有1个图案可以变化，现在这种是有4个图案的，技术升级了，有4个图案的啊。对，来看一下这边，这个是水纹灯的，这个是水纹灯的一个后面的一个，就是说电机和一个灯珠的一个部位的一个组装部位。对，这个也是灯头来的，这个是 logo 灯的灯头嘞，这个我能看得出来，这是 logo 灯的灯头。对，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是水纹灯的那个灯头。它们的生产原理差不多，所以说一个结构的话呢也是会差不多的。它后面这个位置的一个散热板也是做的比较厚的，因为这都是今天看到这些全部都是防水的机箱 ，logo 和水纹的都是防水的一个机箱的啊。像我们家做这一类的话，其实做的都是还蛮不错的，销量都是比较高的。这边有成品的。这个是水纹灯的成品，我看一下能不能亮哦。这个没看见，算了。这个是水纹灯的成品啊，这个是大功率的水纹灯成品，黑色的。这里是变压器，这前面这里是镜头，然后这里的话呢是电源连接的这个地方，连接电源的这个地方，这是投影灯专用的，是水纹灯，比较大功率一点的，对，比较大功率一点的。看一下，后面的话呢，它整个是做这种散热板。其实像这种是大瓦数的，大瓦数的话，我们用的这个外部的一个材质，其实会用的会更好，因为大瓦数它的功率的话呢，是使用的越大的，对于其他的要求也会逐一的去增高，对，去增高这样的一些要求，所以说我们都会有另外的一些变化。这个是 logo 灯，这个是 logo 灯的一个接近一个成品。那这个其实也是半成品来的，它是接近一个成品，外壳机箱就是这样子的。到时候如果像是买防水的 logo 灯的话，到时候其实收到就是这样子。像这种的话，它是有黑色和白色可以选的，这个有黑色和白色可以选的。哦，这一款其实是不防水的 logo 灯，也是半成品来着，半成品还没做好的，这是不防水的。不防水它是也是有黑白可以选的，然后也是有黑白可以选的，其实有细节可以看的，这个它有细节可以看的。它这个也是灯珠，其实防水跟不防水它的成像原理其实是差不多的，它也是一颗灯珠出光的，它其实也是一颗灯珠出光，对。然后这里的话它是旋转的，旋转的话它会带动这个，我们灯片放在这个位置的嘛，旋转会带动灯片旋转，然后下面会电机来带动它，对，就差不多是这样的其实。好，来看一下这边吧，这边也是我们的一条生产拉线，因为像是 logo 灯和水纹灯的话，一个市场的需求量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做的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大的。刚刚那个地方的话有细节，我可以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这种刚刚讲过了，哦，这里还有个，这是后部风扇哎，这是后面风扇这个位置，对，这个刚刚没看到啊，这个是后部风扇用来散热的，这个是不防水的。这个不防水的，这个灯用来的做一个散热的，对。好，来这边有那个单个灯珠，这个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灯珠了。像我们这种大颗的，我们家全部都是采用像这种大颗的科瑞的进口灯珠来，因为它的亮度很好。像这种大家如果知道原理的话呢，像买这种单颗灯珠的都是看人家内部配置的话，有这种大灯珠其实买就没错了，它的效果和亮度上都会很好。这个是电机来的，这个是单个电机，来的。然后这个是风扇，单个风扇来的。我们刚刚看到它连接在那个尾部的啊，刚刚有看到的。
哦，这里其实也是风扇呢，这个也是风扇来的。这个是防尘网，风扇那里不是你会招风吗？招风的话，它会有这种防尘网。防尘网的话，就不会把那些灰尘的话阻在外面，就不会那么多灰尘在那个风扇上面。风扇上面一有那些灰尘太多了的话，它就转不动了的。对，这种贴心的小设计，其实我们都是有弄好的。看这个啊，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尾部的一个装好了的，这边是主板。哦，电机在这里，电机在这个部位，灯珠在这个部位，可以看得懂啊，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有一整台机器，我看拿一台出来。这个不是一整台，这个也是半成品来的，这个是内部。刚刚这个部位就是在这里的，就在这里，这个部位。OK， 其实这个灯的话，其实这个水纹灯和 logo 灯就看得差不多了。我带大家到另外一台生产拉线来看一下我们的摇头灯。摇头灯，对。哎，大家看这里啊，这里的话呢，是我们一整条拉线做这个摇头灯。现在我们产的是这个在我们这边行业内是叫做双子星来的。双子星为什么叫做双子星的话呢？因为它有2种功能。一种是染色功能，一种是图案功能2合1，所以给它取名为叫双子星。对，所以给它取名叫双子星啊。其实我可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部细节，我带大家来看一下内部细节吧。来，现在这个是我们是没有装那个机箱的，没有装机箱的啊。我带大家看一下啊，来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后面的插线口位置，双子星。尾部插线口，双子星的话呢，我们一般都是在包房的一个内部使用啊。包房内部的话呢，我们会用到智能控制器。智能控制器的话呢，必须由网卡线插入。所以的话，像我们双子星都会做网卡口的啊。网卡其实就是我们电脑网线上面的那种网卡。它是代替信号线卡龙头插口的，也有卡龙头插口。如果你是想用在你们的舞台上面也是可以的，小舞台用的话，这里的话可以做圆形的卡龙插口，啊。然后这个是电源插头，它的这种电源插头你也可以想象一下，跟电饭煲的那种插头是差不多的。来看一下前面这里是还没有装那个控制面板，这个是主板啊，然后这里是电源，这个是电源啊。电源对，来看灯头吧。灯头这个部位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是透镜位置，这个是透镜，对应着里面这里，整体的一个透镜的一个配件。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来这个比较好一点，看这个吧，看这个比较好一点。这里啊，看一下这里，这一个和这一个其实都是散热板来着，然后的话呢，它的话呢也是有带风扇的，它这里是风扇的，因为要给机器散热嘛，所有机器通电都会发热的，发热就得给它去散热，散热的话，机器的话呢寿命就会更长嘛，对，就会寿命更长。然后这个也是旋转的，也是有电机的，电机在这个部位啊，灯珠在这个部位，灯珠在这里，这个也是用的科瑞灯珠，灯珠在这里啊，随着我的手指看，应该可以看得清的啊。行，可以再过来看一点，这边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的一些东西。这个是底座部位，对，底座部位在这个位置，这是一个底座部位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内部视图啊，就这里啊，就这个位置，这个就是一个单个的电机在这个部位，主板，然后后部的电源插口，在这里。电机旋转就想到电机，然后这里是承转轴，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皮带，因为要有皮带的话才能拉动承转轴转嘛，不可能由一个承转轴就可以转的，是不可以的啊，它会有带动其他小的。对，我等会儿带大家看一下过去这里，这个位置吧，来这边吧，这边在这里，这边也是哦，有个单个的主板。
这个的话呢是单个的一个主板啊，可以详细看一下。如果在别的厂家的话，你是看不到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一个主板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在我们这边本身配件就用的好，看到没有？香港来的哦，它产自香港 ，Hong Kong。这种配件的话，我们没有用，就是说大陆以内的都是从香港那边过来的。其实香港那边的话，其实也是从国外进口回来的。通过香港，然后再来到我们内部大陆来组装、生产、制造的，都是用的比较好的。其实像包房的话，选这款灯光是绝对没错的，它的那个寿命其实很好的，和还有那个怎么说，它的那个效果是非常棒的。我只能说，真的效果非常棒。来看一下这边嘛，其实这个也讲了一个差不多了，大家看一下这边。这边的话也是只有这个了。这个因为是我们现在是工人这边去吃饭了，可以看一下这里，这个是 COB 的一个部位的一个散热，这个是散热风扇来着，我们 COB 用的散热风扇，然后它这个是它的一个电源，电源的话得看一下啊，细节也是来自香港那边拿过来的，200安的，然后采用的220伏的这样子。那边有没有成品？那边有3基色，也有灯珠。我给大家讲一下吧，因为这没办法，他们刚去打包完了。打包完的话，其实有一些小配件，我给大家看一些小配件，好吧？就是一些内部的一些小配件，这边的都在这边。现在我手里拿的啊，是我们54颗灯珠，54颗帕灯上面的灯珠透镜。灯珠透镜的话呢，我们采用的是亚克力的一个透镜。亚克力的透镜，第一个它是防热阻燃的，它比较的怎么说呢？如果在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其实不容易熔掉。如果说有火烧的话呢，它也不会说那么容易的去烧坏，的啊。它的尾部这里是扣住灯珠的，灯珠我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灯珠是在这里。现在这个的话，我拿的是54颗灯珠的一个灯珠板，这个是灯珠，这个是透镜。其实灯珠和透镜的话，其实就这样扣在上面的，对。这个都是我们的人工一个扣上去的，其实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对，都是做的比较好的。就我不怎么熟练，我做这个不怎么熟练，所以说我也只扣了1颗这样子。就像这个打出来的光，像我们帕灯用这个透镜打出来的光，其实都是亮度上的话都是非常好的。这里还有一个焊了这个条的，这个焊的这个条，知道代表的是什么吗？其实它这个是代表的颜色来着，因为是看一下，这个是7彩帕灯的灯珠板，所以说它焊的是红绿，对吧？红绿蓝白4根线，7彩都知道的嘛。红绿蓝白是4色的，它这个线也是相对应的。这里也有英文的 ，RGB、W 都有显示好的这种。对，来看一下这边，这边的话其实有外壳可以看的，来看一下这边有外壳。像是我们这个外壳啊，这个是帕灯的外壳，也跟那个面光灯的外壳，4眼面光啊，还是说单眼 COB 跟54柱帕灯18柱、24柱都是使用的一样的外壳。我们这个外壳因为是采用的是呢加厚铝柱的外壳。加厚铝柱的外壳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首先，第一个它是防摔，它不容易摔坏。第二个的话呢，它是比较的散热性能好啊。因为像其实我刚刚跟大家所讲的所有的一些东西的话呢，都是比如说我们是围热散热点在做的。其实发热的话，属于机器很大的一个致命点。如果散热做的不好的话，机器也是容易坏的啊，这个是54颗灯珠的盖板，54颗灯珠的盖板是盖在最上面的。还有这个是旋钮来着，这个是旋钮是来固定这个提手的，提手是放在这两边的嘛，然后由这个旋钮去固定住的，对，这个是遥控器啊，这个是面光灯的遥控器，这个是面光灯的遥控器。可以看一下面光灯遥控器长这样子的啊，不是那种手摇的。然后的话，你们如果说收到这种遥控器，一定要扯掉这个片才能用的啊，一定是扯掉这个片才能用，没扯掉不要说它是坏了，是你不会用好吗？对。
哦，这边来了，我看一下啊，这个是3基色面光灯，这个是3基色面光灯，其实是这个来着。这个3基色面光灯的话呢，是会议室用的，它叫3基色面光灯，也叫会议室灯，也叫做柔光灯，也叫做柔光灯的啊。它这一版的话呢，是我们在会议室用的最多的。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它是静音的，静音的才会在会议室去用，因为会议室的话是开大会的地方，又是比较严肃的地方，它是不能够有很多杂音的。像我们以前老式的面光啊，老式的筒灯的话，其实它都是存在有声音的，它不太适合我们会议室这种地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吧，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我们会制造出这样的一种灯，无声音、静音的，来就是说来给到我们会议室来用。对，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配线的地方。我们的配线的话呢，其实都是用的手拉手的。这种也是用的手拉手的线，这种是3基色用的手拉手的线。然后我们的这个帕灯跟面光跟其他的那种，就是说18柱、24柱也是用的这种手拉手的。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你们使用的更加方便，能够让我们的客人使用的更加的方便。像我们的电源，它去串联跟左右两边的灯串联10台左右的话，它只需要插一个这样的话，它10台灯都会亮，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这个控制面板呢，它的控制面板是放在一侧的，是放在这一侧的啊，对，放在这一侧。它的显示板是这里，它的按钮都是在这里。知道为什么它是要放在这一侧吗？因为像这个灯是扁的，对不对？扁的你就会这样平贴着去安装在这个天花板上面，对不对？那么此时这个时候，如果你平贴着贴天花板，你把你的控制面板都放在这一面，是不是不好去操作了，对不对？所以说会装在4周，就说装在边上就方便你好操作。然后像这边啊，我刚刚讲了，机器的话只要插电就会有热度。但这个是没有散热风扇的，怎么散热，对不对？我们有那个里面放了比较散热性能好的散热板，以及就是说盖板这个位置有做散热处理的，这些口子做镂空设计的话，都是在做的都是用来散热的，啊。其实像这种的话，返修率也非常的低，我也是比较推荐买的灯，因为它不止会议室能用，它任何的舞台都是可以驾驭的，啊。然后还有灯珠板跟这个遮光板，我也给大家讲一下，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这个内部嘞，它这里的那个控制板这个位置，因为正好这里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内部配置来的。那这里就是刚刚3基色我讲的那个控制面板这个部位的，现在这里是内部细节来的。这个是主板，然后这个是电源来的，主板、电源、信号插口，这个细一点的是信号线的，这个粗一点的是电源线啊，它是连接的内部两个这个东西的。它这里的这个是电源的话，它会连接到这个地方，信号的话会顺着这里连到主板这个位置的。对，来看一下主板这边。不对，来看一下灯珠板这边，这个是灯珠板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3基色面光灯的这个灯珠板，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的话呢，用的不是灯珠，是用的芯片的，啊。其实为什么要用芯片的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芯片啊，它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直接做芯片的话呢，它是比较柔光一些。啊，因为本身正常如果用的是灯珠的话呢，它就会比较稍微有一点点刺眼睛。我们这种是柔光设计，所以说才会用到像这种芯片的。这个是这个是暖白色的，它是双色的，看到没有？它这个是黄色，这个是白色的。然后这一款的话其实是单色的，这一款是单色的，这个灯珠板是单色的，对，它是整个一正白的，可以对比的，它有对比性的，可以看一下。因为我们的面光呢有分正白色、暖色跟暖白色的嘛，
这一款是暖白色，下面这一款的话其实是正白色来着，有选择性的，到时候买的话是有选择性的啊。哎呦，轻拿轻放。对，这里的话这一块铝板是用来散热的，它紧贴的这个灯珠板是用来散热的啊。OK， 这个其实都讲的差不多了，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遮光板。其实有的人因为他不是经常用那个灯的话，他也不懂这个遮光板是怎么用的。看下这个遮光板啊，这个遮光板其实就是用来遮光的，因为我们这个灯它是平板灯，平板灯的话呢，其实像是有点像我们日常灯那样是非常散的，但是有的人的话呢，他是不希望有那么散，不希望有那么散的话呢，就会把它隆起来，隆起来的话就能用到这个遮光板了，就得用到这个遮光板。这个遮光板的话，把它这样缩近一点的话，它的那个光的话就射不到别处，就是给它聚起来了。对，给它聚起来了。一般的话，像这种我们是送的，我们是送的，是跟机器一起出的。还有那个外壳，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有外壳来着。这是外壳，这个也是铝铸的外壳，跟那个帕灯的外壳材质其实是差不多的，它这种那个散热性也是非常好的。对，它这个散热性做的非常好，而且好像是还有个细节，看到没有？这里有铝片的，有铝片，知道为什么吗？它因为它是方形的嘛，如果你不做这种铝片，它是容易散掉的，而且都是容易被撞击撞坏的，所以都会有做这种贴心的一个铝片设计，就不会那么容易被摔坏，对。然后大家跟着我看一下，来看一下这边吧。哎呀，这有东西，这有好东西嘞！这个知道是什么吗？碗，吃饭的。这个是 COB 的那个反光杯，它是不是像个碗？它的反光杯的话，其实用来就是说扩散这个光的，啊，不是碗啊，不是用来吃饭的碗哦。然后这个我看到，这个嘞，这个是后面的那个灯的一个尾部的。其实我等会儿给你看一下，等会儿带你们再去看一下那个帕灯跟面光的成品是长什么样子。其实这都是内部细节配件，我看到了的话，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它这是尾部穿线穿过去的，对，它这是穿线穿过去的。这是风扇，风扇有个细节图，这个是风扇呢。这个是风扇来着，风扇这个的话也是用的那个滚珠风扇，它的转速也是非常棒的。尺寸的话呢，也是12×12的风扇，也是12×12的。这个我上次来都没看到，这是我看到了。它这个前面是什么？亚克力的那个透明板吧，是装在 COB 最前面的。它的一个最初的作用是防潮的，后面的话呢，因为的话，所有的任何科技的话都是比较，就是说，进步了嘛，然后它的话呢，也是可以用来就是说辅助灯光的一个散光，更加的透光，也是用来辅助透光的，对。来这边，我再看一下有什么好东西。这个看到了，看这个啊。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散热板，用来散热的。它是跟刚刚那个我给你们看的风扇是属于，就是说，属于帕灯跟面光灯两者的一个怎么说，用来散热的。它们两个是这样装在一起的。我不知道是这样装的还是这样装的出来，反正它们两个是紧紧的挨在一起的，它们两个配合着。给灯光去散热的，啊。先来看一下这边，我要看一下有什么好的细节的东西。我觉得大家来看这个直播的话，其实主要都是来看细节的喂。我也是来搜刮细节的。看一下啊，其实这个我刚刚讲过的，这个是我刚刚讲过的双子星。你们跟我一起去看那个成像，不对，那个不叫成像的，那个叫调焦面光灯。我比较好奇那个调焦面光灯是怎么样的。调焦面光灯，我拿一个这个的，这个好像调焦面光灯用的吧？对，在这里，在这个位置。这个，其实我刚刚一直来这里最喜欢的一款吧，也是最好奇的一款。
我们这一款是那个调焦面光灯。调焦面光灯，调焦它的意思是什么啊？调焦的意思是说它是可以去，比如说我固定一个几米远的一个距离，去打射出来一个光圈。正常的是不能去调节这个光圈大小的，但是这一款灯是可以调节的，因为它是专门设计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调节的这一款这样的灯。因为可调节这一款，大家可以看它的机身是偏长的，因为它前面的话是有2个透镜的，因为你要去给它去扩散和聚拢的话，它必须得这样的有一个延伸的空间的，所以它的机身会普遍是比较长。它机身普遍比较长啊，对，这个是我刚刚拿过来的，这是我刚刚拿过来在那个桌子上。这个的话呢是这个灯的后面吧？没猜错，就是这个灯的，不是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哪里，反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等会儿看到了的话，我就告诉你们是在哪个部位的。哎，这里就好了，这个东西看一下，这个我拿起来，我一下拿起来。1、2、3、4、5、6、7，这个是刚刚那个双子星里面的颜色片，7个颜色一个白光，7个颜色一个白光。然后的话，在那边还有摇头灯，那边的摇头灯不是双子星的啊。其实双子星跟那个图案的其实都是差不多的。我带大家来看一下现在这个专门打图案的这个图案灯啊，它是在这个地方的，在这里啊。这个呢，只是专门打图案的，以及专门打光束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0镜的啊，很明显能看到它是30镜的，比较凸出来一点的。这种是我们常售卖的90瓦，也是属于我们销量的话一个热销前几名的一个产品的。我们这款产品的话呢，它没有内部图嘞，我有一个等会给你们看，它是这个的话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外观，它是黑色的，很漂亮，也是在包房用。舞台其实也可以用舞台，但是是小舞台用，大舞台就不要用这个了啊。做婚庆也不要用这个了，不够，它的亮度不够。但是的话，小舞台它是完全够的。小舞台的话呢，它是可以用到4到6台或者更多，效果会更好。但是它是更加适合 KTV， 的啊。它是有7个图案、7个颜色变化，但它的7个颜色变化仅适于它的那个图案的颜色变化和光束的颜色变化，并不是染色变化。染色跟光束颜色变化它是不一样的啊。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前面的那个显示面板跟那个后面的那个插口啊，我看在这儿，这是它前面的显示面板。它显示面板的话，这里的话呢是那个显示屏，数码显示屏。这里的话呢是按钮，然后它后部也是这样子的。后部的话，这里是散热风扇的。这里是电源插口，然后这里的话呢是信号线的一个公母插口啊。这边其实这个的话，还有灯头啊。再讲一次，其实我们的对于散热方面的话是非常注重的。这个是散热的一个风扇，跟散热的一个整个灯的一个尾部的一个设计都是做的镂空的一个散热设计的，所以真的是我们在散热上面都是做了很大功夫的，为的就是延长寿命，因为寿命好的话，客人你们的一个换灯的一个速度也会就是说变慢一点，也会就是说不用那么频繁的换灯，成本也不用投入太大啊。这个的话，其实这个是这个灯里面的那个承转轴部位，它是承转轴部位啊，旋转的这个部位。这里的话呢是其实说差不多，但是这个的话皮带装好了啊。这个是这里这个是电机装好了的，这里电机在这个部位，对。然后这里有一台拆的半漏不漏的机械，然后这一台是拆的差不多的，这一台其实是装的差不多的。直接看这一台吧。那这个现在这里是整个机器的话整个机器的一个半成品，它内部都是装好了的，现在是只差装那个外壳了，对，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镜头，这是出光镜头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是图案盘搁这儿了啊，这是图案盘，然后上面这里是颜色片，这个是颜色片。图案盘跟颜色片是相邻的，因为你的图案在变化的时候，你也希望它变化颜色，所以说它们是相邻的，两个放在一起的。这边的话呢是旋转
皮带拉着，这根皮带是拉，就是带动这个灯头旋转的，带动灯头屏旋转的。然后这边这个下面这个是带动整个手臂这样旋转540度转的，这个灯头是270度这样子转的啊。其实这也讲的差不多了嘛。这个是显示面板，这个是后面的一个主板，这是后面的主板。然后这里是电源，是电源，是电源嘞，这个就是电源，电源连着这个电源插口嘛。这个是电机。其实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你们直接看到这个，其实自己都能够知道这个是什么了，对。还有这个边有个7颗摇头帕灯，是有吧？这个也是 KTV 用的嘞 ，KTV 用的。这个啊，这个跟刚刚那些都有些不同，但是的话呢，它是带染色的，只是染色用的。它现在是7颗灯珠嘛，每颗灯珠是10瓦的进口科瑞灯珠，也是非常不错的，是属于跟刚刚那个摇头灯是配合用的，配合着在 KTV 用的，它用来染色，刚刚那个摇头灯用来打图案，对，用来打图案。它的这是它的一个尾部插口，我不给你们再次这样介绍了，你们肯定懂了啊。前面显示屏，我就不那么详细介绍了，我觉得你们都懂，都懂。得。这个是拿这个是那个30瓦的，是刚刚的那个亮度的一个缩小版30瓦。刚刚我讲的那个图案的其实是90瓦的来的，是90瓦，这个是30瓦的，因为它是有那个亮度选择的嘛，个人喜好不同，所以说做的一些亮度也是不同的。那呢，我就这边生产的话，其实就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我带大家去看一下那个仓库，好不好？来，跟我一起来去看一下那个仓库吧。仓库的话呢，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生产部有多大，我们的这个仓库就有多大啊。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仓库仓储系统。开一下灯喽，看仓库啦，乌拉黑的，能拍吗？有点黑。可以，我们仓库是在我们工厂的那个2楼的，我们生产的仓库生产是在3楼，仓库是在2楼啊。然后的话呢，2楼的话整体面积是跟仓库是一样大的。生产部多大，仓库多大啊？仓库的话呢，一个仓库的大小其实就是在表明这个工厂的实力有多大。呀，这里我给它开个灯呢。算了，我不敢动。哎，来这边，仓库在这边。现在这边来到的话呢，就是我们整个2楼的一个仓储啊，一个仓储系统。这里一整层楼全部都是仓储来的。然后的话呢，我们仓库的话呢，其实都是整齐有序的，都是排列好了的。然后我进仓库。最先映入眼帘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包装。我们的包装的话呢，都是我们厂里面，就是说专门设计好的包装，可以看一下，它是比较怎么说，我们专门设计的嘛。就是说，你看每一个包装上面都是有这个灯的图案，具体灯光图案，像是这个是帕灯，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帕灯。然后的话呢，我们品牌以及这种灯光名称都是有标明好的。其实我是最想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仓储的一个储存量的，储存量是多大的啊？来这边，先来这边吧，一边参观。来，看到这里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博物机来的，这是博物机。博物机的话，它是在酒吧用的多。然后的话呢，是大舞台，然后做灯光秀的地方是做的比较多的。然后我们的博物机是绝对是包着航空箱走的啊！买博物机的宝宝不要问我能不能不要航空箱，一定要航空箱，一定有，出货就带，送的知道吧？这个航空箱是连着机器送给你的，不要说不给你扣航空箱的钱的。它是航空箱是为了保护这个机器运输，你推来推去的话，你不可能抱着它，你推着它要轻松一点，是不是？哦，这一边。
这个是六眼激光的啊，这个六眼激光我看图就知道了，因为它是每个灯头都可以单独旋转的。为什么？其实为什么要做这种带图包装的一个设计呢？其实就为了在你们收货的时候，你们能够认识这个包装里面是什么灯，也能够知道具体多少数量。因为有些人买10万、20万、30万的话，那么多货你也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拆开包装去看里面有多少台，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些的话也是真的是属于一些小细节来就是说来帮助你们提高工作一个效率的。然后看到这里了，这里的话呢是我们的水雾机啊，水雾机的话也是带航空箱走货的，但是它也有木架款，等会儿在哪里的话我来找一下。木架款我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的话他也不知道我们的木架款跟航空箱款是什么区别啊。不知道木架款跟航空箱款什么区别？然后现在这个是航空箱的，记住了啊！等会儿要给你们看木架的，啊。OK， 那来这边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这个是九头鸟。九头鸟的话，我们也是就是说，所有的九头鸟，像因为我们的仓储量本身就比较大的，这一排是九头鸟，其实后面全部都是九头鸟了。一天的话，像我们这种九头鸟是属于热销款啊，它是一天也是能够卖上百台的，也是储存量是比较大的。这个1、2、3、4、5、6、7、8，这一款是那个8眼长条的激光，这一排过去全部都是堆的8眼长条激光。然后在这边啊，这边是大魔球来着，其实这个仓库，你们如果想转，我能带你们转半个钟，特别大。其实我有时候在里面走着，我都觉得我会迷路的。哦，这一排，这前面这所有的，这个是追光灯的，这里全部都追光灯。然后这边后面，我看后面这边一坨全部都是帕灯。帕灯的话，因为是在不管说是任何场所都要用的，所以说这个帕灯的储存量非常大。这一项，包括这一项，包括这边所有，其实来看这边会更加多。这个看起来是更加直观的，超级多。这边也是帕灯，刚刚路过那个地方也有一排过来，也是帕灯，超级多的，就直接堆起来都堆到天花板这一边了。这边也是的，不用管。这个后面全是帕灯，全是的。我们这个帕灯的一个仓储量，我上次看我们的那个什么来着，我们那个仓储的里面的那个数据，好像是有上万台的那个帕灯在这个仓库里面放着，每2天还是每3天都会清空一次库存，然后再次存进来。因为我带大家来看这边嘛，我们其实看了一边了，其实这边还有，要不要去看一下光束灯的那个存放的地方吧？光束灯在这边，光束灯在这边啊，开一下灯，光束灯这边，光束灯在这边啊，这边的话现在全部都是光束灯。光束灯的话，好像也有5000台以上的这个储存量。有些人说，为什么你光束灯5000台左右，你的帕灯上万台？为什么？因为光束灯价格高啊，光束灯都是上几千的，上1000一台的，最便宜的光束灯是上1000一台的。所以说这个光束灯的储存量的话，也是会稍微少一点，因为它不是说一般的人他能够就是说能够大批量的买的。你像是帕灯，你可能花个1、2千块钱，你可以买10来台、20台，但是这是光束灯啊，所以说光束灯储存量会稍微小一点，但是绝对不多。这一排过去全部都是光束灯，光束灯的话，它是有230到380、440都有。对，这边全部都是的。然后是这个干嘛的？这边的话是航空箱来着，这边是那个光束灯航空箱，这是追光灯吧？这个是光束灯的航空箱，这边它这个航空箱的话，就是你那个光束灯不是我刚刚跟你们讲过是17公斤到25公斤左右的。你如果是经常移动的户外舞台的话，你光抱着个灯走累不累？所以说它是有箱子可以装的啊。然后刚刚我一直进来我就疑问这个航空箱是干嘛的？
但是我好像知道这个航空箱是干嘛的，它是装灯架的。灯架的啊，因为灯架的话，其实的话，现在的一个灯架的航空箱需求量是少的，因为很多人他其实不需要航空箱，因为灯架是铁的嘛，搬一搬摔一摔没所谓的。但是有些爱护的人他会喜欢买这个航空箱，航空箱的话它运输起来比较方便，所以说如果想要灯架航空箱的，我们也有，找我们做，但是不能退哦，做可以满足你，退别退，定做的。哎，这边是那个，看，这个是追光灯的三脚架。追光灯的三脚架这边它是撑起来的，撑起那个追光灯嘛。追光灯我们有三脚架找航空箱款啊，想了解的话进详情页看一下，有链接可以点击看一下。它这追光灯三脚架款的话，它就方便在比较狭窄的地方立起来，航空箱的话放进去运输比较方便。像那个追光灯，对，那个是什么？这边还是光束啊，光束灯的话，其实储存的话也蛮多嘞。这边都是光束的，其实这边从大到小的光束灯，这一边刚刚我给你看的整个这一边全部都是排的光束的。然后光束这边看的差不多了的话呢，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烟机储存的地方，还有那些魔球啊、蝴蝶灯啊、KTV 用灯的那个储存的那些地方，在这边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啊。来，在这边，我最喜欢讲那个什么，讲烟机的那个储存的那个地方，因为实在是够整齐，我这个强迫症看了我是真的是特别愿意去的。在这里。看一下，先看这边，这边是所有人都喜欢的产品，这个是泡泡机，这边是泡泡机啊，看一下呢，这是泡泡机。其实这一整个房子里面80%都是储的泡泡机，这一边到这一边，像这种包装的话都是泡泡机。这个是啥？我看一下啊。这个是装洗墙灯的，这边是装洗墙灯的啊。洗墙灯的话，其实需求量也是蛮大的，它用于给那个墙面整个墙体染色的，它属于墙体美化的一种灯，啊。然后这个是那个博物油，对，这种是博物油啊，博物油是长成这样子黑色的，很多人其实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博物机用什么样的油哎。都是用这种，其实你们主要是能够搜到的，像是这种瓶子的话，都是博物机用的博物油，对。然后这边啊，我刚这边是放的 logo 灯，这边是 logo 灯，这个里面全是 logo 嘞，这个里面全是 logo 灯。这个 logo 灯的话呢，是商户以及那个户外的舞台是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全是这个里面全部都是 logo 灯，没有放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它的一个需求量是非常高的，因为商户很多，每一个商户可能会买到4到5个，或者一个整个工程下来，它都会买到40到50台的 logo 灯，但是它会搭配水纹灯用啊，对，所以其实像你们自个儿的话，如果说是舞台用的话，也能买一个 logo 灯。用来就是说去打 logo 都是非常可以的，对，可以看一下这个储存量好多，这个有点密密麻麻的，因为 logo 灯它是处于稍微面积小一点的，它储存起来我就看起来密密麻麻的，很多的它有。哎呀，可以出来了，来看这边烟雾机这边了，真到烟雾机这边了，烟雾机在这里。这边的话其实是储存控台，还有存那个这种摇头灯的地方，还有我们的19度成像灯，像这种成像灯也是嘞，成像灯是长长的，这种是19度的，你要什么度数都会有在上面写好是什么度数，然后勾哪一个度数出来的。其实这边的话呢，这个是我们，因为这里是我们自己的厂房，像这种柱子啊，这种焊接的柱子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因为只有自己的厂房才能焊这种架子啊，如果你是租的话，它是不会同意焊这种架子的啊，然后它这个其实这个内部的话，其实都是还有蛮多东西，它是一条很深的一个巷来的，
很深的一个巷。对，它这里其实什么都有存，它那个一些 KTV 用的灯有存，然后舞台用的一些比较偏门的灯都有存在这边。其实控制台这里是存的最多的，我看一下，控制台这边存的最多的嘞，全部都是什么192啊、240啊、力度384啊，还有一些1024这样子的啊。对，这边就真的是烟雾机了。这边这个房间里面全部存的都是这个烟雾机，从500瓦到1200瓦、1500瓦，全部都是的。而且这边都是今天全部都是要出货的，全部都是就是说写好编码要出货了的。一天，因为烟机的嘛，自己像我们自己个人个体的话，用烟机有时候也会用，所以的一个量的话会比较大。这种的是烟油嘞，这种是烟油，这种是浓缩的烟油。然后这种比较小一点，大家可以看，这种的话是500瓦的烟机，500瓦的烟机的话，它大概就包装也就2个手掌大，也就2个手掌大的。这种是小烟机，适合个人用的啊，适合个人用的小烟机。OK， 其实这里面其实还有蛮多的。对，那这个仓库的话，其实我就给大家讲解的就差不多了，很大吧？我绝对没有骗你们，真的是跟上面的一个生产是一样大的。生产的话，那边其实我带大家逛了像快个把小时，然后这里的话，其实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大概也讲了10几20分钟吧。啊，好嘞，那就是最后的话就感谢大家，就是说这1个多小时的陪伴吧，我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就是说一直在这边看我的直播，谢谢。那我们就下回再见了。那我是今天的主讲周周，希望下次大家还能记得我，拜拜。
everyone else can. You're just a biter. You're just a everyone else can say you're just a biter.